嗨，我是马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20呢是个充满混沌的一年，希望大家今年都可以转个运哦。说到转运啊，最近也在想要不要开第二个频道来放一些日常遇到的琐事，不过近期应该是不太可能啦。今天带来2个小故事，第一则故事是由网友 L 提供的故事改编，感谢他的提供。如果有要投稿鬼故事的话，链接会放在说明栏哦。国中的时候，我和家人在年假时去探望亲戚。我的亲戚有3个儿子，2个都还是小学的年纪，最小的还不到3岁。亲戚家是个独栋的平房，非常的大，但也算是有点年纪的房子。前几天跟小表弟们玩在一起，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。但在某一天的半夜睡觉时，因为实在太冷而醒来。房间黑蒙蒙的，看不到什么东西。这时，我听到门外有小孩嬉闹的声音，还有一些追逐声。我望向床上的2个表弟，老大跟老二睡在一起，似乎睡得很熟，没发现门外的动静。最小的那个跟亲戚睡。是小表弟在玩吗？我裹着棉被起身，轻轻打开房门，朝门外看去。即使到现在，我还是很后悔去开门。我看到有3个黑影，还有小表弟在走廊上奔跑着。而那3个黑影在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后，头转过来看向我这边，只有头转过来而已。隔天一早，我跟同房的2个表弟说了一下昨晚的情况。我们3个走出房门，看到小表弟跟大人们已经起床了，还来不及问小表弟昨天的情况。你们昨天谁不睡觉，在走廊上跑来跑去啊？亲戚劈头就问了这句话，我顿了一下。亲戚如果有听到声音，应该会知道小表弟不在房间才对啊。我指着小表弟说：“昨天是小表弟在走廊上玩的啊。”你小表弟在我昨天听到声音的时候，还睡在我的旁边呢。我傻在原地。如果小表弟从头到尾都没离开过房间，那不就代表我看到的那个人根本也不是小表弟。第2则故事是由网友小帅哥在机场遇到的亲身经历，感谢他的提供。这个月可以的话，应该会多画几篇吧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哦。我们家是信佛教，某次我因为生了一场怪病，在那一小段时间我就变得看得到鬼。不过其实有些鬼和人真的很难从外表分辨，有时候我还真的分不清楚对方是人还是鬼。记得有一次我在中国那边读书，要回家乡时，在飞机场的候机室吃着我的午餐，吃到一半时，我和外面的一个男的对到眼。然后他突然很紧张的走进来问我：“这趟飞机是去厦门吗？”“不是哦。”他很紧张的拿出他的登机票：“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”“不好意思，我还在用餐呢。那边有电视机，你可以去那边看登机时间跟地点哦。”他一脸很疑惑的看着我：“电视机？”我指了外面的大萤幕，他就走过去了。我看他的穿着打扮，觉得他应该是从哪个乡村来的农夫之类的吧。吃完午餐后还有一点时间，我发现他还站在电视机前发呆。我出于好心就走上前问了他，他看到我后一脸紧张：“厦门到底是哪一班啊？”“你不要紧张，我帮你看看。”“厦门，转过头去已经看不到那个先生了。机场这么大，怎么样都不可能有办法在2秒内离开视线范围的。
我傻傻的站在原地，回过神来，我才知道我又撞鬼了。我二话不说的跑回候机室，认真回想。他的穿着打扮，说是农夫，倒不如说是以前的衣服款式。而且他的机票都已经泛黄了，没注意看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机票。再来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怎么会不知道电视是什么呢？我坐在椅子上，思考了一下后，厦门往那个通道走哦。没人回应我，我站在原地。从旁人看来，我可能从刚刚就一直在自言自语吧。时间差不多要准备登机了，我往前走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句：“谢谢。”我知道他听到我说的话了。